为什么你的报告别人都听到睡着，看《天能》这种烧脑电影却可以注意力爆表？这是因为克里斯多弗诺兰就是个简报大师。简报是沟通跟表达的科学，更是一门艺术，在职场、人际关系、生活中都超级有帮助。如果我今天只能选择一种超能力，我会选择时间停止。再来，我就会选择简报力哈。今天我会介绍6招非常重要的简报技巧，包含用 AI ChatGPT 来提升效率。那今天的影片呢，真的看几分钟就加薪几趴，那我们就赶快开始吧，一起笔记起来。如果喜欢我的影片，可以订阅我的频道跟 IG 哦。Hello， 大家好，我是蒂摩斯啦。爱因斯坦说，如果你没办法简单说明，就代表你不够了解透彻。把事情简单说明白，就是简报最好的定义。首先，最重要的是，第一招，先不要做投影片。你可能想说讲什么废话哦？你先听我说哦，这个真的最重要。光会这招就已经先赢80%的人了。普通人都以为简报就是做投影片啊 ，but 你不是普通人，你是一个看过摩斯拉影片的魔粉。你知道简报重点是把事情简单说明白，投影片只是辅助。但我以前呢也会埋头下去做投影片，结果整体呢缺乏一个流畅的脉络，浪费很多时间在修改。有些投影片觉得已经花了很多时间做了，又舍不得删掉，最后几乎呢都是花更多的时间在修改跟砍掉重练。那这在心理学中叫做沉没成本效应。所以在做投影片之前呢，我们要先建立一个稳固的简报脉络。孙子兵法说谋定而后动，就是这个意思。第二招，把观众当成主角。以前在台大上叶丙成教授简报课的时候呢，第一次学到观众才是主角这个概念。那直到现在呢，我都还是非常的感谢叶教授哦，这个完全没有业配哦，他根本不需要我这种小咖来业配，他的课就卖翻天了，好不好？我是真心推荐大家呢，可以去台大修叶丙成老师的简报课或是线上课程啊。我很喜欢南希杜尔特在 TED 演讲里面的一段话。And that's the role of the presenter, is to be the mentor. You're not Luke Skywalker, you're Yoda. You're the one that actually helps the audience move from one thing and into your new special idea. 他说：“你不是主角，你是后面的尤达大师，你要帮助主角获得一个独到的见解。”那我观察到职场上也有2种人，一种是为了自己而讲，觉得自己才是主角，想让别人觉得自己很厉害，或是害怕别人觉得自己不厉害。那这种人呢，常常会把很简单的事情呢复杂化。另外一种是真的为了观众而讲，希望观众可以获得东西，希望节省观众的时间。那这种人呢，会努力的想要把复杂的事情简单化。那这一点思维上的小差异呢，就是工作能力平庸跟卓越的差别。所以，我们做简报之前呢，一定要问自己3个问题：你最重要的观众是谁？你想要让观众获得什么资讯？你希望观众听完之后可以做什么事情？那你准备的内容呢，一定要是真心为了帮助观众完成这些目标，当一个可爱的尤达大师。第3招，用便条纸收集点子。人类的大脑很难同时创造点子又超有条理，除非你是简报小天才或是叶丙成，不然像我们这种小凡人呢，最有效率的方法是先专心发想简报的核心点子，再来专心梳理简报脉络。那我喜欢用设计思考里面的方法呢来做发散思考。你可以先在白纸上面写下这次的简报目标，然后问自己，为了完成这个项目，你想要跟观众讲什么？那接下来不管你想要什么呢，你就直接写在便条纸上面。那比如说我做这个影片的时候，我就先问自己，有什么具体的招式可以帮助你做出什么简报呢？像这样子想到什么都直接写在便条纸上，最后这么多便条纸就是你的点子弹药库。那到目前为止呢，一定要先人工操作，不能透过 AI 来帮你产生点子哈，因为你第一时间直觉想到呢，是从你的人生经验来的，是你自己真的熟悉内化过的，这才是属于你的东西。那讲起来呢才会有底气。好，但是呢，我们可以再把这些点子呢丢进 ChatGPT， 请 AI 帮我们分享，咻咻咻，快速看一下有没有什么是其实很重要但是遗漏的，这样可以节省你很多修改的时间。那我的 prompt 呢，通常都蛮简单的，比如说你可以这样下，请你当我的简报顾问，目标是发想简报内容，接下来会给你一些简报内容的关键字，请你再帮我生成10个我没有想到的简报技巧关键字。到目前为止清楚吗？好，然后他就会说绝对清楚。然后呢，你就可以贴上你的关键字 ，AI 就会帮你生成一些你原本可能没有想到的关键字，然后你就可以从中看看有没有还不错的点子。接下来就是今天的重点，我们要来系统化的做出超有条理的脉络。第4招，用心智图建立故事线。赤木刚宪曾经说过，控制篮板球的人就可以控制比赛。叶丙成教授也说过，做好大纲的人才可以做好简报。大纲跟脉络最重要，我们要把抽象的想法转化成视觉化的脉络。像这样，先凭野性的直觉，把感觉很像的点子归类在一起，分类完之后，看着这些点子，凭直觉给这些分类呢一个主题。有了主题之后呢，我们要想办法把这些主题连成一条故事线。
不同的主题用不同的连法，就会有不一样的故事跟节奏感。如果你是克里斯多弗诺兰，你的简报呢可能会超级的烧脑，但是像这种简报呢，处长姐姐可能会生气哦。所以像我们这种小凡人呢，故事线按照因果关系跟时间顺序来连就好。那以前呢，我会人工的去做分类啊，连故事线，但现在有了 ChatGPT 之后呢，你也可以请 AI 帮我们分类，让你大概有个出版可以参考。那我的 prompt 呢也蛮简单的，比如说你可以这样下。帮我将这些关键字分类成5个主题，这5个主题需要有因果关系，让我容易使用简报呈现。请用表格呈现主题名称啊、关键字啊，分类到此类别的原因。这边要注意的呢是 ，AI 的结果可以让你快速的有一个参考，但是绝对不要照本宣科，直接拿 AI 的结果来用。我觉得人类的价值呢在于创新、创意、有血有泪、有情绪，这才是 AI 无法取代的。所以一定要有你自己的个人想法跟风格。第5招，用分镜调整脉络。拍电影的时候，导演一定会把脑中的故事呢画成草图，这个就是分镜的概念。拍电影的时候，每天都超级烧钱，如果你没有事先想好就开始乱拍，钱一下就烧光了，对吧？所以其实做简报也是一样的。你看这个分镜是不是跟我们的故事线很像？所以我们也可以借用电影分镜的概念呢，来梳理简报的脉络。那具体来说呢，有3个步骤。首先呢，先把每个主题写成简短具体的1句话观点，用简单的主词加动词加受词，像是用分镜调整脉络。这样就是很简洁的1句话观点，然后顺着所有的故事线念一次，来看看逻辑通不通顺。那接下来要做点子断舍离，基本的原则呢是删掉跟你的主题观点无关的，删掉对观众没有帮助的，删掉会让简报不顺畅的，最后存活下来的点子呢越精炼，就会让你的简报越流畅。最后一步呢，再来重新排序或是新增点子。那重复这3个步骤呢，直到整个简报脉络顺畅为止。好，那这3个步骤串起来就会像这样子：把主题转化成1句话观点，看看故事通不通顺；做点子断舍离，新增点子跟重新排序。最后从水平来看，你的观点就会是一个流畅的故事；从垂直来看，你的句子结构要能够说明你的1句话观点。这样子呢，我们就用电影分镜的方法，完成一个结构清楚的故事脉络。第6招，用3幕剧吸引观众注意。我们都花这么多时间准备简报了，当然希望观众啊、老板啊、处长姐姐啊，可以专心听，被你吸引嘛。我记得我此生注意力最集中的时候呢，就是在看电影《天能》的时候。为什么我们听别人的简报都会听到睡着？看烧脑的电影却可以注意力爆表。那电影的结构呢，一定有什么神奇的地方，值得我们去学习应用在简报上面。那大部分的电影呢，都可以解构成3幕剧。开头先铺陈，中场会有一个冲突，结尾去解决这个问题。那这样子的故事结构呢非常强大，可以吸引观众集中注意力，跟你一起体验一个故事。那我在工作上也试过很多种方法，我发现最简单、最有效的公式呢是这样子的：开头先破题，中场用对比论述，最后再归结到你的1句话观点。你可以把这个公式呢应用在每一页简报当中，也可以应用在整份简报当中。开头先破题呢，可以让观众马上意识到一件事情：他是同意还是不同意你的观点，他有听懂还是没听懂你的结论。就算当下不同意或是没听懂，都是正常的。接下来我们才要透过对比论述呢，让观众慢慢同意你的观点，听懂你的结论。我们来看一个神级的对比论述范例。Well, what we're going to do is get rid of all these buttons and just make a giant screen. A giant screen. 像贾博士就是说呢，对手超废，我超棒哦。那我自己最常用的呢是说，虽然我现在遇到什么问题，但我有什么方法可以解决？那虽然现况有什么缺点，但我的新做法有什么优点？那这个对比落差越大呢，越容易被观众听懂记住。那最后的结论呢，要再回归到你的1句话观点，总结一下这个故事呢，让观众重新了解你的想法。像这样，我们可以进一步把点子拆解成3幕剧，用故事结构让你的每一个观点都更有戏剧张力。最后，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个观点清晰、条理清楚又吸引人的简报大纲。那最后完成一个故事线大纲之后呢，可以请 AI 帮你评分，再做一些修改跟建议。那我的 prompt 呢也蛮简单的哦，比如说你可以这样下，请帮我根据这些主题，用简报的方式讲一个逻辑通顺的故事，并给予评分，满分10分。最后再给我建议，如何改进可以让简报更好、更流畅。那像这样子呢，他就会帮你写一个大纲，重复几次呢，直到你满意整个简报故事为止。好，最后呢，我们来用今天的例子呢，一气呵成整理一下今天的重点。第1招，先不要做投影片，先建立一个稳固的简报脉络，才不会浪费很多时间修改。第2招，把观众当成主角，回答3个问题：你的目标观众是谁？你想要让观众获得什么资讯？你希望观众听完之后可以做什么事情？第3招，用便条纸收集点子。写下你的简报目标，想到什么点子都直接写在便条纸上。第4招，用心智图做主题分类，
建立故事线。第5招，用分镜调整脉络，简短具体的一句话观点，做点子断舍离，重新编排调整到脉络顺畅为止。第6招，用3幕剧吸引观众注意，开头先破题，中场用对比论述，结尾归结到你的一句话观点。如果你想看用这些招式做出来的简报范例呢，可以去看我用简报做婚礼致辞那一集吼，每一招我都有用到。好，我觉得简报不只是做投影片，它是沟通跟表达的科学，更是一门艺术，是我们一生中都会需要学习跟进步的课题，在职场、人际关系、生活中都超级有帮助。希望未来当你站在舞台上可以自信的演讲，当你跟同事开会可以散发光芒，当你跟朋友聊天可以神采飞扬。我还在学习的路上，希望你也是。好啦，今天影片就这样。如果你觉得这个影片对你有帮助的话呢，你可以按一个喜欢跟订阅，留言分享给你喜欢的朋友。那我们就下次影片见喽，拜拜。如果喜欢我的影片，可以订阅我的频道跟 IG 哦。